經引導。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第3章。黑色的信號。中午时分，我端着一些清涼飲料和藥品走進船長的房間，他依舊躺在我們離開他時的樣子，只是稍稍坐起來了一些，看起來既虛弱又激動。吉姆，他對我說，這兒只有你還算個好樣的，而且你知道，我一直待你不薄，每個月我都準時給你4個銀便是。可現在，你看，夥計，我病倒了，他們都拋棄了我。聽着，吉姆，給我弄一小杯朗姆酒來，行嗎，夥計？醫生我剛開口，但他用虛弱的聲音狠狠地咒罵起醫生來。他們都是些庸醫，他說，剛才那個醫生，他懂個屁航海。我待過像地獄一樣熱的地方，我見過人得黃熱病像蒼蠅一樣成片倒下，我見過神聖的大地因地震而像海浪般翻騰，那種地方，醫生懂個什麼？告訴你，我就是靠朗姆酒活下來的。朗姆酒對我來說，就是吃的，就是喝的，就像我的老婆一樣。如果現在不讓我喝我的朗姆酒，我就成了擱淺在下風海岸邊的一條破船殼子，一點用都沒有了。我的死就都怪你，吉姆，還有那個江湖騙子醫生。他接連不斷地咒罵了一會兒。吉姆，你看我的手指抖成什麼樣了？他懇求道。我根本控制不住，我一整天一口都沒沾了。那個醫生是個蠢貨，我告訴你，如果我不喝一丁點兒朗姆酒，吉姆，我就會產生幻覺。實際上，我已經開始出現幻覺了。就在那兒，那個角落，就在你身後，我清清楚楚看見了老弗林特，就像看見你一樣清楚。我這輩子過的可不是太平日子，要是我瘋了，我可要大鬧天宮了。你那個醫生自己都說過，一杯不會要我的命。吉姆，給我一小杯，我給你一枚金吉尼。他越來越激動，這讓我很擔心，因為我父親那天身體非常虛弱，需要安靜。而且，船長剛才自己也引述了醫生的話，這讓我更覺得醫生是對的，他想用錢收買我，也讓我感到有些被冒犯了。我不要你的錢，我對他說，除了你欠我父親的那些，我會給你拿一杯，但只此一杯。我把酒端給他，他急不可耐地接過去，一口就喝乾了。哦，好多了，真是好多了。他說，對了，夥計，那個醫生說，我得在這破船艙裡待多久？至少1個星期。我說，老天爺啊，他喊道，1個星期，不行，到那時候，他們早把黑色的信號送來了，那幫混蛋這會兒恐怕已經嗅到我的行蹤了。是的，那些自己守不住東西，卻眼紅別人東西的無賴，這還算是水手幹的事嗎？我問你，但我可是個精打細算的人，我從不亂花錢，也從沒丟過錢。我會再耍他們一次，我不怕他們，夥計，我會扯翻開溜，再讓他們撲個空。他說話的時候，非常費力地從床上掙扎起來，身子重重地壓在我肩膀上，疼得我差點叫出聲來，2條腿像灌了鉛似的拖着。他話裡的意思雖然氣勢洶洶，但說出來的聲音卻虛弱無力，形成了可悲的對比。他一在床邊坐下，就沉默了片刻。那個醫生把我給毀了，他低聲說道，我耳朵直嗡嗡響。扶我躺回去。還沒等我扶他，他就向後倒去，又像剛才那樣躺着不動了，沉默了一會兒。吉姆，過了一會兒他說，你今天看到那個水手了嗎？黑狗嗎？我問。啊，黑狗！他喊道，那家伙確實是個壞小子。
但還有比他更壞的家伙。聽着，如果我實在逃不掉，他們又給我送來了黑色的信號。你放心，小子，他們想要的就是我的航海箱。你騎馬去，你會騎馬，對吧？好，騎馬去。对，就是這樣。去找那個該死的庸醫，叫他把所有人都召集起來，地方法官什麼的，把他們都帶到本堡海軍上將客棧來，把老弗林特船上的全體船員、水手、船上小廝，所有剩下的人都找來。我以前是大副，沒錯，我就是老弗林特船上的大副，只有我知道那個地方。那是他在薩凡納快死的時候告訴我的，就像我現在這樣，明白嗎？但是，除非他們給我送來黑色的信號，或者你又看見了黑狗，或是那個獨腿水手，吉姆，特別是那個獨腿水手，否則你什麼也別做。可是，船長，什麼是黑色的信號？我問。那是一種警告，夥計，如果他們送來了，我會讓你看到的。但你可要睜大眼睛留神了，小子，我以我的名譽發誓，我們到時一定平分好處。他又胡言亂語了一陣，聲音越來越微弱，但在我給他餵了藥之後，他像個小孩子似的乖乖喝了下去。他說道：如果說哪個水手需要藥，那一定是我。在那之後不久，正如我所說，他陷入了沉睡，與其說是沉睡，不如說更像昏厥過去了。我就那樣離開了他。如果一切都照常發展，我真不知道自己會怎麼做。我很可能會把整件事告訴利弗西醫生，因為我非常害怕船長會後悔自己吐露了真情，然後殺了我滅口。但我可憐的父親恰好在那天晚上突然去世了，所以我把其他事情都拋諸腦後了。我們自然悲痛萬分，鄰居們前來弔唁，準備葬禮事宜，還有客棧裡不能撂下的活計。所有這些事讓我忙得團團轉，幾乎沒時間去想船長的事，更不用說怕他了。確實，第二天他離開了房間，像往常一樣下樓吃飯，但他吃得很少，而且我擔心他喝的朗姆酒比平時要多得多，因為他自己跑到櫃檯去倒酒，嘴裡嘟嘟囔囔，鼻子哼哼唧唧的，沒人敢去招惹他。葬禮的前一天晚上，他又跟往常一樣喝得酩酊大醉，在這間沉浸在悲痛中的屋子裡，聽他唱着那首難聽的船歌，實在令人心酸。但是，儘管他身體虛弱，我們都怕他，而且醫生要到很遠的地方出診，所以在我父親去世後，他就沒來過我們家。我說過船長身體虛弱，說實話，他非但沒有恢復力氣，反而似乎更加虛弱了。他幾乎是手腳並用地爬上爬下樓梯。他從客廳到櫃檯，又從櫃檯到客廳，總是步履蹣跚，有時會把鼻子湊到門邊去嗅聞海風的氣息，倚着牆壁，大口喘着粗氣，好像在攀登一座陡峭的山。他一次也沒有特意跟我說過話，而且我相信他幾乎把我對他說的那些秘密話忘光了。但是他的脾氣更加喜怒無常，考慮到他身體的虛弱，反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暴躁。他養成了個令人不安的習慣，喝醉了酒就會拔出馬刀放在桌上。儘管如此，他似乎不怎麼留意周圍的人了，總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胡思亂想。例如，有一次讓我們驚愕不已的是，他哼起了一支跟平時不一樣的小曲兒，那調子像是一首鄉間情歌，大概是他年輕時出海之前學會的。事情就這樣一直持續到葬禮後的第二天。那是一個陰冷刺骨、大霧彌漫的下午3點左右，我正在門口站了一會兒，滿心悲傷地想着父親。這時我看見有個人慢慢地從路上走過來，毫無疑問，那是個盲人，因為他用一根手杖在前面探路，臉上戴着一個很大的綠色眼罩，
遮住了他的眼睛和鼻子。他佝偻着腰，不知是年老還是體弱所致，身上穿着一件寬大的水手短上衣，又舊又破，頭上戴着一頂讓他顯得奇形怪狀的風帽。我這輩子從沒見過如此可怕的形貌。他在離客棧不遠的地方停了下來，用一種古怪的腔調，對着面前的空氣高聲說道：“有沒有好心的靈魂告訴這個可憐的瞎子，他為了保衛他的祖國英格蘭和喬治國王，願上帝保佑他，而失去了寶貴的視力，他此刻身在何處，在國家的哪個地方呢？”您現在在本堡海軍上將客棧，好心人，這裡是黑山小海灣。我對他說。我聽到一個聲音，他說，一個年輕的聲音。我的年輕好心的朋友，你願意把手給我，領我進去嗎？我向他伸出手，那個說話聲音溫和卻樣貌可怕的瞎子，像鐵鉗一樣，立刻抓住了我的手。我嚇了一大跳，使勁想掙脫，但那瞎子只消輕輕一揮胳膊，便把我拉了過去。走吧，小子，他說，帶我去見船長。先生，我說，我向您保證，我不敢這麼做。啊，他不屑地哼了一聲，原來是這樣，馬上帶我去，不然我擰斷你的胳膊。他這麼一說，就使勁扭我的胳膊，疼得我尖叫起來。先生，我說，我是為你好。船長他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他總是把拔出來的馬刀放在桌上。另一位先生，快走！他打斷了我。說真的，我從沒聽過像那瞎子一樣殘酷、冰冷又難聽的聲音。那聲音比疼痛本身更讓我膽寒，所以我立刻照辦了，領着他走向大門，然後走向客廳。我們那個老病鬼海盜船長正坐在那裡，被朗姆酒灌的半坐在那裡，被朗姆酒灌的半醉不醒。瞎子緊挨着我，用鐵鉗般的手抓着我，把大半個身子的重量都壓在我身上，我幾乎快撐不住了。直接把我帶到他面前，等我們走近他的時候，你就說：“比爾，有個朋友來看你了。引號，你要是不聽話，我就這樣炮製你。”他狠狠掐了我一下，我疼得差點暈過去。這一下，我對瞎子的恐懼壓倒了一切，甚至讓我忘記了平時對船長的害怕。當我打開客廳的門時，我用顫抖的聲音說出了瞎子吩咐我的話。可憐的船長抬起眼，只消一眼，酒意便煙消雲散，他一下子完全清醒了。他臉上的表情，與其說是恐懼，不如說是一種臨死前的病態。他晃動了一下身子，想站起來，但我看他根本沒那個力氣了。好啦，比爾，你就在那兒坐着吧。瞎子說，我雖然看不見，但一根指頭動彈我也聽得見。公事公辦，伸出你的左手。小子，抓住他的左手腕，把他的手腕湊到我的右手上。我們倆都絲毫不差地照他的吩咐做了。我看見他把自己拄棍的那只手裡藏着的一個小東西塞進了船長的手心，船長立刻握緊了手。好了，辦妥了。說完，他猛地鬆開我，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敏捷和靈巧，離開了房間，走到了街上。我呢，還完全僵在原地，聽着他的手杖嘟嘟嘟地遠去了。過了一會兒，我和船長才都緩過神來，說起來，我們幾乎是同時緩過來的。於是我鬆開了還一直抓着的他的手腕，他則把手湊到眼前，仔細端詳着手心裡的東西。10點鐘，他喊道：“還有6個鐘頭，我還有時間。”他一躍而起。他剛站起來，身子就晃了晃，一只手捂住喉嚨，看樣子隨時都要倒下似的。接着，伴隨着一陣我非常熟悉的響聲，
他臉朝下，直挺挺地摔倒在地。我立刻向他跑去，大聲呼喊着我的母親，但我跑得再快也無濟於事了。船長突發嚴重的中風，已經死了。說來也怪，難以理解，我從來就沒喜歡過這個人，儘管最近開始有點可憐他。但千真萬確的是，當我看到他死了，眼淚便像泉水一樣湧了出來。這是我生命中第二次親眼目睹死亡，第一次死亡帶來的傷痛，依然在我心中隱隱作痛。